刘洪涛找到贾明明尸体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专门来告诉我的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喂，涛哥，刘洪涛在你家吧？不是，一个朋友来看我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那我就不上去了。没事，你上来一起聊聊呗。我突然想起点别的事儿来。那样，待会儿那个短信呢，我转发给你。你自个儿呀，也好自为之。好吧，那你先忙吧。这短信怎么解释？现在，你可以说说你们和贾明明的事儿了吧？那天，我跟老皮去讨债，欠债的人就是贾明明。老皮没有说你们去找贾明明要的是什么东西。我问了，他只是说贾明明拿了雇主一样东西，对雇主进行敲诈。具体什么东西，老皮说我不该知道，这是雇主的秘密，他要替雇主保守这个秘密。他没说雇主是谁。没说。谁派你们来的？姓黄的还是姓齐的？你说贾明明见到你们，问是姓黄的还是姓齐的派你们来的？对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继续说。我要是不给呢？你敲诈我当事人已经构成了犯罪了。我当事人本来可以告你敲诈勒索罪的，但是牵扯到隐私问题，所以才派我们来调解。这样我们也就既往不咎了。小兄弟挺有意思啊，要不咱们去楼上谈谈，怎么样？来，坐姐这儿。刑法第274条规定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是管制；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明白了吗？有，还真懂法。刚毕业的大学生吧？我保证，我当事人不会追究你任何责任。雇主给你多少钱，你师傅拿多少，落在你手上的又能有多少？我给你1倍的价格，你先帮我把你师傅搞定。你到底有没有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？你这么帅气又有文化的小伙子，干点啥不好？跟着人要债？别说我的事儿。说你的事儿，姐是看你长得心疼，要不你跟着姐混，给姐当个小蜜什么的，姐发你工资，保准比你现在挣得多。你能不能尊重一些？别那么矜持啊！来，坐这儿。完了吗？干啥呢？哎，
你干嘛？怎么样？要不然把你师傅也叫上来啊？你放开我！我不，我不想你走嘛。你放我！不别碰！不。放开！没拿下。没事啊，看我的，我教你，走。哎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但别违法啊。相信我好了。走。哎呀，贾女士，我看你穿这样，我冷。怎么样，我这徒弟把这个法律常识给你普及了吧？你看，我们收了雇主的钱，那总得做点什么吧？我给你们5000块，拿着钱走吧。知道你们多不容易，我也不想亏你们。哎呀，你这是拿着我们当诈钱的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还有事儿，钱你们爱拿不拿，东西我是不会给你们的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对吧？你看我们拿着钱了，事儿没给人办成，收了你的钱，这叫什么？吃里扒外。我看你呀，还拿出来啊！你要不拿，我们可自己拿了。别烦了，你要的东西在第2个抽屉。在第2个抽屉。看来贾明明知道你们要找的是什么东西，所以不让你们乱翻他真正的秘密。对，看得出来他很担心。喂，小黄，你马上带几个人到老皮儿子上的那个幼儿园找他，见到人马上拘捕起来。回头我再把情况告诉你。继续说。师傅，是这个东西吗？密码多少？我也不知道密码。我看你不像是个做正常生意的人呐。你千万别告诉我你是卖手机卡的。我给你们把密码打开，你把塑料袋里的东西还给我。这个不能让你看啊，我这有规矩的。哦。是我们要的东西。你没有看见那个 U 盘里存的是什么？当时老皮挡得特别严实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说贾明明的抽屉里有2部手机和很多手机卡。是的，你刚才说他很在意这些东西，非常在意。后来他出事儿，就是因为老皮拿了他的那些手机卡。怎么死的？你说具体点。告诉你，这东西我先拿着，等我真正确认了没有备份，我再还给你。老皮，私闯民宅已经违法了，你这是敲诈，我不能再跟你犯法呀！哎呀，你不是要学讨债吗？学讨债就是这样的。你要再坚持，我就报警了。别报！哎，你不能报，不是开玩笑的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哎，你不能报，不是开玩笑的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你动！放开！我这拿回来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后来的事儿，你就知道。这么说，装尸体的箱子就是你和老皮一起在超市买的？我们俩谁都不愿意守着尸体。你说你郝哲，你是个学法律的，为什么不报警？我也不想这样做的，但我知道很多事情我说不清楚。
我要报警。你找死吗？生怕公安不知道你杀人了吗？什么叫我杀人了？那你当时拉住他脱离不了关系，谁能证明是我推的，不是你推的呢？啊，你干嘛不拉住他呢？那我报警，让法医来鉴定。法医可以鉴定事实，但是法医撇不开你和这事儿的关系。法律不会冤枉好人的。你这么做可以，你想过你家人的感受吗？他是什么人？他能勒索别人，这说明什么？一般人的抽屉里面有这么多手机卡吗？这又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背后一定有个有强有势的犯罪分子为他撑腰。你去自首，你去坐牢，啊，你没得出来呢，就被他弄死了，知道吗？不但整死你，整死你家人，还有你的女朋友。他是个坏人，你只不过打死一只苍蝇。可我们呢？我们是好人呐。好人就得有好报啊！好人为什么替坏人负责呢？为什么死了一个坏人，要毁了2个好人的生活呢？这不也是没道理吗？他是自己摔死的，为什么拉着咱俩垫背呢？放松，放松。处理尸体的主意是谁出的？老皮。后来，老皮找到了贾明明准备好的行李箱和当天出国的机票。看，他连行李都收拾好了。一会儿啊，咱把这行李和他的尸体一块运走。只要见不到尸体和行李，他熟悉的人就会以为他去了新加坡。然后咱们再把房间搞干净，就没人知道贾明明死了。没有报案，自然就没有警察破案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现场是很难取证的。你懂我的话意思？懂了就点点头啊。后来老皮又找到了贾明明的车钥匙。随后我们俩去超市买了个大号的行李箱，把尸体装了进去，就用贾明明的车把尸体运出了公寓。你们把尸体弄到哪儿去了？我们俩开着车，在3环上绕了5、6圈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把车停在了一个大型停车场里面。我们俩1天没吃东西了，想着先去吃点东西，结果等我们再回到停车场的时候，发现车跟尸体都不见了。车呢？不见了。对，地上只有一张红桃六的扑克牌。是这种吗？对，就这张，一模一样。现场留下的那张你保留了吗？知道保留证据，不错。那贾明明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现在在哪儿？一部分在老皮那儿，一部分在我这儿。你拿了什么？这个是贾明明生前很重要的物品，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搞懂贾明明的背景，所以说，对这个东西啊，我们不能擅自处理，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样，先保存着，先放我那儿，好吧？不行，怎么了？
谁知道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你又不相信我是吧？你做过让我相信你的事儿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分开保管。好，好。来。那2部手机呢？那2部手机应该在公安局的政务室放着呢。这么说，是你和老皮一直在假扮贾明明，所以我和老皮才能3番5次的从你的手里逃脱啊。你就是用这些手机卡假扮贾明明和贾静静取得了联系，是吗？我和贾静静联系，就是因为贾明明是我和老皮弄死的。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，我天天晚上做噩梦，非常痛苦。我知道，这是一种叫做罪恶感的东西，在一直折磨着我。后来我又知道贾静静得了那种病，这种罪恶感就与日俱增。可以想象，贾静静没有了姐姐，失去了亲人的照顾，失去了自理的能力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如果有一天贾静静突然死了，我也会认为是我间接的害死了她，我的手里就有2条人命了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想办法代替贾明明来照顾贾静静。爸爸怎么又来玩？哎呦，爸爸有事情啊，爸爸以后不会了啊。爸爸给你做好吃的，你等着，哇，那么多好吃的，啊！哎。这，去哪儿啊？公安局家属院。好嘞。你们和齐慧茹交易的那100万现金哪来的？是老皮用贾明明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从银行取的。卡里一共有多少钱？记得第1次取的时候，卡里一共是1108块5毛。这么说，是后来有人往这个卡里打了钱？是的，就是我跟老皮为钱发愁的时候。是老皮手里的那部手机收到的短信？对，那个手机现在还在老皮那儿。会有人一次性往贾明明的卡里打这么多钱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你现在知道贾明明的背景有多复杂了吧？走，乐乐，哎，下车，跟爸爸回家。哎，真乖啊！啊，对，师傅，等我一会儿啊，待会儿送我去火车站。我是公安局的，有些话我不想当着孩子面说。我们怀疑你跟一件案子有关，跟我们回局里坐一会儿吧。贾明明家小区视频监控管理员的死，跟你和老皮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但是老皮收到了不知道什么人寄给他的一张光盘，光盘里面的内容就是丢失的那一段监控视频，还有一张红桃六。光盘在哪儿？也在老皮那儿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代号红桃六的人一直在给你们擦屁股。老皮转发的短信，你也看到了。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帮你们？不知道。但是对方给老皮发短信，暗示对方知道是我跟老皮把贾明明杀死这件事儿，而且对方还让老皮找
贾明明从他那里拿走的一样东西。又是找东西。你觉得这个红桃六要找的，和老皮去贾明明那儿要的，是同一件东西吗？我不知道。老皮会知道吗？也许吧。我不知道你现在信不信我，但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啊，对，师傅，等我一会儿啊，待会儿送我去火车站。我是公安局的，我们怀疑你跟一件案子有关，跟我们回局里坐一会儿吧。你不想让他们过来吧？乐乐，咱们先不回家了啊，跟爸爸去这阿姨这儿去说会儿话，去玩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真乖。走，乐乐，跟爸爸走，去玩一会儿。你不是要带我去公安局吗？把我送这儿干嘛？反正我哪儿也不想去，我就想睡觉。皮老师，黄警官，怎么不合胃口啊？黄警官，你看我是好人，我没犯啥错误，这么长时间把我们俩搁这儿，没人管我们，这不成非法拘禁了吗？哼，不愧是开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的，还知道非法拘禁。我告诉你，你的事情我们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了。在我师傅回来之前，我不想把你当犯罪嫌疑人一样关起来。你要是非要让我们当着你儿子的面，把你当犯罪嫌疑人一样对待，我也没意见。你想清楚了再说话。李浩德这小子到底说了什么？他没有查到多少呢？你好，你好，怎么样？查出来了吗？是谁往这张卡里打的钱？查出来了，给这张卡打钱的另外那张卡的客户的名字也叫贾明明，也叫贾明明。那你能不能查出来，往那张卡主也叫贾明明的银行卡里打钱的人的信息？另外一张卡上现在有1000万的存款，最近几次打钱啊都是通过网上银行自动转账的，没有通过柜台或是自助终端，所以查不出这个人是谁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韩队，老皮现在在局里关着，我师傅现在也联系不上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再等等吧，他可能有他的计划。我总是要给老皮一个交代吧。等红桃回来，让他解释这一切吧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怎么，到你们这儿消费还需要预约吗？那请您出示您的会员卡。哎，先生，您的这张卡是别人的吧？本店的会员卡都是实名制的，这张金卡好像是本店的一名女士的专用卡。我用别人的卡来消费不行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本店对于非会员不予接待。那我重新办一张卡可以吧？
啊，先生，如果您想入会的话，必须由一名已经入会的会员介绍您入会才行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我又不是不给钱。先生，这真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来我们这里消费的都不缺钱。哦，那就是说我在这儿肯定是消费不了了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您可以找你的朋友介绍你入会啊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找你们经理去。哎，先生，请你不要这么冲动好了。先生，这不是刘警官吗？黄老板，怎么？黄老板是这儿的会员？对啊，你也来这儿消费了？哎呀，这位先生说，只有经过会员的介绍，才能在这儿消费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介绍你入会。这边坐。如果是黄老板介绍的，那就没有问题，年费还可以打8折。哦，8折，那是多少钱呢？88888。唉，打折还是算了吧，我也消费不起。说实话，我今天是来查案的。你们会所有没有一个叫贾明明的会员？贾明明，啊，警官，您之前给我看的这张会员卡就是贾明明女士的。谁介绍她入的会？这个，啊，是我介绍的。你和贾明明认识？不算熟，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。我这个会员嘛，资格老，可以打折，所以就拜托我介绍他入会了。你这个朋友叫什么？兆祥地产的董事长黎兆祥。呵，好牛的朋友圈啊！那贾明明遇害的消息你们知道了吗？我们警方发现了他的尸体。这我可真不知道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他是被谋杀的。哎呀，这可真是难以想象啊！你作为他的朋友，你觉得会是谁把他杀害了？这我可不敢乱说。其实我跟他呀不是太熟。这位先生，麻烦你把你们会所所有会员名单给我打一份。这什么呀？你们的会员现在死了，我可以怀疑你们会所的每一个人。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们警察查起这个案子，会很影响你们会所的生意。您别急，警官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拿。黄老板，贾明明的案子我们会继续查清楚的。如果你知道了什么没告诉我，又突然想起来了，麻烦你给我打个电话。哎，好的，一定啊。你怎么搞的？电话关机，让我抓人却什么都不告诉我，知不知道我压力很大？你再不回来，我就只能把人给放了。那你就先把人放了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是我搞错了。你最近怎么回事儿？咱俩还是不是搭档？李浩哲去过贾明明小区的事情，你不让我参与调查。好，李浩哲是可可的男朋友，而你是可可的哥哥，你有你的难处，我也就没多过问。可是我们发现最近这个老皮和李浩哲接触频繁，我们还什么都没审呢，你让我放人？你先把人放了，我回头再给你解释。要么你现在给我解释，要么你就去给韩国栋解释。哎，你们俩都去会议室。爸爸，你看这个。好。你告诉爸爸，这哪个更厉害？这个更厉害。这个厉害啊？这个呢？一般的厉害。一般厉害啊？他俩比武呢。啊，对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你是说李浩哲？李浩哲啊，确实曾经在贾明明家的小区出现过，但是他告诉我，他只是顺路过去上一个厕所而已。在找到那段丢失的视频之前，我们确实没办法证明李浩哲说的话是假话，所以目前来看，李浩哲和洪桃六的案件没有关系。那你让我抓老皮又是怎么回事？李浩哲最近和这个叫老皮的人啊，突然走得特别近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质问过李浩哲，他说
他去老皮的那个法律咨询服务公司，提供一些专业帮助，所以2个人才走得特别近。你不会因为李浩哲是你妹妹的男朋友而包庇他吧？绝对不会。这个案子我会继续查下去。如果有一天能够证明李浩哲说的是假话，如果能够证明李浩哲和洪桃六的案子是有关系的，证明他有犯罪行为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抓他。但我还是要批评你，你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就让黄宁一去抓人。老皮要是投诉你的话，我可帮不了你啊。这件事儿我会亲自向老皮去道歉。如果他要投诉，我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。请问您就是皮先生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老皮啊。你好，我是刘洪涛。哎呦，久仰久仰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个人的过错，让你浪费了宝贵的时间。这件事情和别人没关系，请你接受我最真诚的道歉。没有，您太客气了。这个人都有犯错误的，是吧？这可以理解。哎，再者说了，我老早听说过神探刘洪涛大名啊，这今日一见，那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客气，请坐，请坐。是这样。还有一件事啊，就是我有个妹妹，现在正在和一个叫李浩哲的大学毕业生谈恋爱。这个李浩哲好像你应该挺熟的吧？他最近应该跟你走得很近。哦，刘警官说的是李浩哲那孩子啊？哎呦，那个小孩在我那儿没错。哎，最近呢，我请他给我帮忙，在我的公司啊搭了一点事务。你这么说起来，警官这不远呢，一家人呢。对。大家都是自家人，所以我抓你的事儿你也别放在心上。哎，不能，肯定不会。那我不留你们了。好，那我们走了啊，警官。乐乐，快跟叔叔说再见，快，谢谢叔叔你们啊！哎，谢谢叔叔，走，宝贝儿，快点。搞什么鬼啊！上级领导已经同意了你的方案，你真打算就这么瞒着黄静怡？咱们现在用的是非常规的处理方式，我一个人深陷其中，那是因为没有办法。小黄他还那么年轻，他有大好的前途，非要把他牵扯进来，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得对我这个徒弟负责呀。黄静怡有个好师傅啊。那是因为我们有个好领导嘛。哎呀，有进步啊！不论怎样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不能打草惊蛇，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你终于来了，想好了吗？怎么处置我？我给你个机会，做我的线人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你没得选择，必须做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刘小可的哥哥。你知道吗？贾明明的身份非常复杂，洪桃六替你和老皮掩盖杀死贾明明的事情，一定有一个天大的阴谋。我们只有将计就计，诱敌深入，才能知道洪桃六到底想干什么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洪桃六给揪出来。这件事儿，你跟你的领导汇报了吗？当然，
让你做我的线人就是组织的决定。我是刘小可的男朋友，你是刘小可的哥哥，那又怎么了？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办案不避嫌吗？你应该为了避嫌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跟老皮送到公安局去。你把这个案子交给别人来查吧。你不是第一个跟我说这样话的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替我着想。但是你想过吗？可可怎么办？你奶奶怎么办？就算我被判过失杀人罪，至少也要坐5年牢。你会让小可等我5年吗？我不会让她为我虚度青春。至于我奶奶，如果我要坐牢了，我想她会随我父母在国外生活。如果你帮我抓住了洪桃六，你也许会被减刑，2、3年就放出来了，这不会太影响你的生活。要是抓不住呢？你就那么不相信我？我已经注定让小可伤心了，我不想因为你，让她更伤心。浩哲，我知道你很爱小可，我也很爱她。我相信，如果让小可现在做决定，她也许不会同意我的做法，因为她不想让你去冒险。但我要告诉你，爱就是要冒险，爱是需要勇气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小可再伤心，我想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你应该相信领导，相信我，相信你自己。我们2个联手，一定可以抓到洪桃六。当然，这件事情我不会逼你的。你走出这间屋子，就只有2个选择：要么到公安局自首，要么做我的线人。你决定吧。李浩哲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看到刘洪涛这样帮他，他觉得应该试一试。王总，你找我？坐吧。贾明明，你找的怎么样了？我找遍了他有可能去的那些地方，不过我没有找到。黄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去找的。你呀，不用再找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公安早你一步找到了他的尸体。怎么死的？是被谋杀了吗？据说是谋杀，具体情况警方正在调查。那他手里那些名单，不会已经落到警察手里了吧？如果那些东西已经落在了公安手里，不会依然风平浪静，就说明那件东西依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个我不担心，我担心是咱们的生意怎么办？他手里的女孩个个都是价值连城啊。是啊，贾明明这一死，等于是卸掉了咱们的2条腿。没有他手里的这些女性资源的名单，咱们的生意就没法做。师傅，是这个东西吗？怪不得洪桃六付出这么大代价
价也把这东西要回去，说明这 U 盘里的东西就是颗定时炸弹。黄总，你说这个凶手他杀了贾明明，目的会不会是针对您，还有您的生意？针对我，他也得有那本事。张玉林才出事儿，暂时还没人敢做生意。即使贾明明死了，咱们还是有时间重建资源的。你呀，从现在开始，抓紧时间把贾明明手里的东西给我找到。只要找到了东西，我就谁也不怕。能制约住上面那些官员，咱的生意就不会有问题。好，我该从哪下手？我在想啊，这东西会不会还在张义林手里？张义林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张义林的老婆吴向芳还活着。你呀，盯着他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行为。好，我去了。王老板，这么晚打电话有事吗？怎么？打扰了你的苦修了？相佛之人心静如水啊，区区一个电话打扰不到我的。是吗？那我告诉林老板件事情，你可能就静不下来了。你是说贾明明的尸体被警方发现的事儿吧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当然比你早那么一点点了。怪不得我的生意做的没有你大，原来差距在这儿啊！过奖了，其实就比你强那么一点点。李老板还是那么自信呢。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消息吗？公安通过贾明明的会员卡找到了会所，恰恰我也在会所，我就把李老板拜托我介绍贾明明入会所的事儿告诉了公安。我说黄兄啊，你还是那么阴险呀！哎呀，不要这么说啦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嘛，对吧？还有别的事吗？有时间吗？明天一起打球啊！好啊，明天下午刚好有空，咱们哥俩是该好好聊聊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谨慎的两个人只能相互试探，而且都明白贾明明的死和对方脱不了关系，但不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底牌。皮律师，你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我不能让你活着。别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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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乖，睡觉吧，乖啊，有爸爸在，没事的，乖，睡觉。老皮对于刘洪涛的身份十分困惑，只是希望自己的秘密不要节外生枝。喂，你在哪儿？
在公园啊，有事吗？在你家，你和刘洪涛说什么了？啊，也没说什么，就说让我对小可好点儿，不要辜负了他对我的一片期望。那我明白了。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公安局昨天把我抓去的。在休息室待了好几个小时，又没审我。刘洪涛回来了，说抓错了，把我给放了。我在想，刘洪涛是不是洪桃六？他之所以帮咱擦屁股，是不是因为你是他妹妹的男朋友？他不想让他妹妹因为有个杀人犯男朋友而伤心呢？把我抓了又把我放了，那就是吓唬我一下。哎，意思就是说，随时可以帮咱擦屁股，也随时可以把咱送进拘留所。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不管怎么说吧，不能再节外生枝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挂了啊。哎，我说，老皮好像相信我说的话了。你想好了要当我的线人了？你这么说也会保护你自己的。如果老皮相信了，那就说明他还没有见过洪桃六，也进而说明你所说的那些关于洪桃六的话的可信度。你就不怕哪天把自己装进去，到时候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？不会的，只要抓住洪桃六，所有的事情都能说清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开始？首先啊，要搞清楚是谁雇的老皮去向贾明明讨债，这个人姓黄还是姓齐。其次，就是搞清楚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。你让我问老皮，你把老皮抓了直接问不就完了吗？抓了老皮，后面的大鱼就不会上钩了。那我问他，他不告诉我怎么办？贾明明死了，他是因为讨债死的。东西有东西的价，人命有人命的价。你尽管去逼老皮，向他上面的雇主要杀人的钱。杀人的钱？没错。我相信这条大鱼会忍不住浮出水面的。回头啊，我会给你提供警用设备，以便随时联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主动出击？没错，把雇主给逼出来。怎么样，技术没丢吧？姜还是老的辣，不过有句老话，李总可能也听过，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。我是不会示弱的。哎呀，这么说，黄兄是打算跟我抢了？怎么能说是抢啊？我只不过是斗胆，和李总竞争一下而已。那你没戏，那东西我志在必得。是吗？可我觉得，到最后这个东西，还会是落在我手里。凭什么？我黄曼成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别的不敢说，人脉关系还是积攒了一些。我的名字叫黄半城，半个城都是我的人，你还跟我比什么呀？人的关系网不在于多复杂，只要认识关键的一两个人，事情就解决了。跟您比人脉，我是望尘莫及。但是我敢说，那关键的几个人你见都没见过。我黄半城想办的事儿，就没有办不成的。这么说，黄兄对那个东西也是志在必得了。今天和李老板来打球，就是想劝一劝你，别争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还是比技术，这盘谁赢谁得。好。呀，这么急着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昨天晚上
我想了一晚上，我觉得咱们俩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日子了。不管刘洪涛是不是洪涛六，这背后肯定还有另外一股势力，也就是贾明明背后那股黑势力。这个势力到底有多大，咱们俩都不清楚。会不会就是雇你找贾明明要东西的那帮人？不会吧？你凭什么说不是？雇主找我向贾明明要的是很普通的东西，他们怎么可能是贾明明背后那股黑势力呢？不会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应该告诉我呀！那这我可不能说。坏了规矩，在江湖上那我没法混了啊！我问你，是不是那个 U 盘？是，但是让我给毁了。毁了？那你怎么跟雇主交代？哎，这么久了，对方就再也没有问你要过东西？当然要了。那我要是把东西给他们，那不就证明贾明明的死因跟咱有关系了吗？我就说人没找着。哎，这人没找着啊，自然东西也没有。哼，大不了啊，我就是不要那笔钱而已。问他有没有备份？留没留备份？没有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没有留备份呢？啊？哎，说不定咱们俩通过这个 U 盘，咱们能查到贾明明背后这股黑势力到底什么来头？我觉得，他们不像是贾明明背后的那股黑势力。这只是你的感觉，你怎么证明？我觉得咱们俩应该主动出击，把贾明明背后那股黑势力搞清楚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知道咱们俩今后往哪儿走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问雇主要钱。U 盘都没了，还向谁要钱呢？U 盘有 U 盘的价，杀人有杀人的钱。贾明明死了，咱们替他杀了人，他们就应该给咱们钱。你疯了？谁也没让你杀人呐！他们谁能说得清楚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叫没事找事啊！你惹火上身这是。咱们俩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明白吗？如果有了这笔钱，咱们俩就能远走高飞；如果有了这笔钱，咱们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。那你打算要多少啊？50万。50万？你疯了？50万？你真的杀人？你用了这么多钱吗？对方可以一次性给贾明明的卡里打100万，说明对方很有钱。要50万是可以的。对方一次性给贾明明打100万，说明对方很有钱，所以要50万一点都不过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这事儿。你不同意也同意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要么你给雇主打电话要钱，要么我选择去自首。行，我现在就去自首。站住！我打电话问问。现在就打电话。你别逼我。我说好了打电话问，我一定会问。行了，离得太狠，他会怀疑的。放他走。行，那你先走吧。别忘了打电话要钱。我打完电话以后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不错嘛，有点演技。还好吧，你满意就行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也行。那有什么情况，随时给我电话。好的。
你这么急找我过来，贾静静有什么情况吗？哎呀，师傅你可来了，给打电话总不接啊？我忙别的事儿，没空接你的电话。你忙什么事儿不接我电话？私事儿你就别管了。你还有私事儿？我就不能有私事儿吗？我就必须把什么事儿都向你汇报吗？你是不是讨厌我了？嗯，你这说的哪跟哪儿？我怎么会讨厌你呢？那你不讨厌我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……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我以后都不问你了，永远都不问了，行吧？你也什么都别再跟我说了。哎呀，你看你怎么又耍起小姐的脾气来了呢？我吃饭、睡觉、刷牙、洗脸、打嗝、放屁、上厕所，我总得有点自己的私人空间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行了，别生气了，跟我说说，贾静静什么情况？怎么样？贾明明的事儿出了以后，贾静静一时接受不了。啊，我问她跟她姐姐的事情，她都说不知道。李浩哲，他不会也是来找贾静静的吧？哎，别去！他不是说他和贾静静都是误会吗？我打电话给他。喂，浩哲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回家的路上。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贾静静？不了吧，我不想让小可难受。啊，那好吧。师傅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在回家的路上。他撒谎！师傅，他能骗你，也能骗可可啊！我知道，哎，你听我说。什么说什么？他骗！我觉得吧。李浩哲之所以跟咱们撒谎，是因为不想让咱们知道他在和贾静静交往。他和贾静静交往的原因，也不是咱们想的那样。他是同情贾静静得了那样的病，这也说明李浩哲是个挺善良的人。他不想让事情闹得越来越大，到最后大家都不高兴，对吧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啊？我有吗？嗯。没有，我只是都想明白了嘛。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我这次找你，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去贾明明以前的学校，看看会有什么新发现。走啊！我是来道歉的。道歉就算了，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。我想帮你。你可真是个好人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只有姐姐一个亲人，姐姐没了，我也不打算在这个城市待了。以后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身体不好，没人照顾，行吗？没办法，行不行都得自己扛着。你不能离开这个城市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愿意，我想照顾你。你怎么照顾我？尽我一切能力照顾你。你喜欢我，对吗？您好，黄教授，我们想了解一下贾明明上大学时候的一些情况。那贾明明呢是广告班学生，那杜平是新闻班学生。那时候啊，他们俩整天都出双入对，系里人呢都知道他们谈恋爱。但是在大3那年呢，贾明明突然辍学回家了，从那个时候不见他们来往。杜平呢，由于学习优良，留校任教，现在在教务处工作。去年谈了个对象，准备今年结婚。可你有女朋友不是吗？而且你的女朋友还是个警察的妹妹。我谢谢你的多情，可
可有的时候多情并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像我这样的女孩，是不配拥有爱情的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就走到尽头了。是走还是留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如果我需要帮忙，我也会找你。你走吧。黄教授来了。哦，这位是刘警官，想向你了解一下贾明明的事情。你和贾明明还有联系？没有，早没联系了。啊，是这样。贾明明死了。贾明明死了？对，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被谋杀的。所以，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他在学校时候的情况，也许对我们破案会有帮助。哦，自从他退学以后，我们差不多6、7年没联系了。啊。你很喜欢看漫画是吗？是啊，杜平是个漫画迷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啊，请便。看样子，你和贾明明的爱好一样。我曾经在贾明明的家里，在他的书架上，也看到过很多漫画书。在漫画书里，也夹着很多这样的枫叶书签。我承认，我留着这些书和书签是因为贾明明。但我这些年真的没有见过他，也不想知道他在哪儿。他伤我伤得太狠了，我从来没见过心这么狠的人。贾明明，好，我不问你为什么要退学，可你总不能连我们俩的感情都不要了吧？我跟你之间有什么感情可言啊？咱俩都3年了，你还没腻吗？贾明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那你要我说什么话？我求你了，别走。你不过就是想和我上床而已嘛。来，反正大家都已经这么熟了，我还可以给你打8折。来，贾明明，你干嘛？不玩就别挡道，姐忙着呢。我求你了，你给我个理由好不好？你要理由是吗？这就是理由。那时我才知道，贾明明和别人鬼混，被拍不雅照，后来还被别人继续胁迫干这些事情。这些照片我一直都留着，你要看吗？此时刘洪涛才明白，这颗黑暗的种子，在贾明明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生根发芽了。贾明明的事情是真的吗？不管是不是真的，这都算一个大发现。现在我们要关注一下和贾明明大学有关系的2个人了，齐慧茹和李兆祥。你先回局里搜集一下李兆祥的资料。我去找齐慧茹试探一下，看来这3个人的关系不仅仅是我们所掌握的那样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喝一杯卡布奇诺，专门为你点的。谢谢。你看你，别那么拘束嘛。啊，这样吧，我给你说个笑话，放松放松，好不好？
说有一次同学聚会，班长举着酒杯对大家说：“同学们，去年咱们班同学会，那是成双的一桌，单身的一桌。今年咱们同学聚会，是已婚的一桌，恨嫁的一桌。那明年咱们同学会就是抱娃的一桌，绝后的一桌了。”这时候，一个男同学赶紧说：“哎，班长，还有呢，如果再过2年咱们同学会，那就是二婚的一桌，原配的一桌了。”不怎么好笑哈。其实我是刚参加完一个同学会，这笑话就是他们在酒桌上说的。你们同学可真有意思。是很有意思，但他们不是我的同学。不是你的同学？他们是你的同学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要约到你到这儿来喝咖啡了吧？对面酒店101包间，你的大学同学现在正在聚会，他们也邀请了你，但是你没有去参加。他们是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参加，但是我知道，你是害怕面对某些事情，对吧？老板，你找我？兆祥地产的黎兆祥，你帮我盯着点。我知道了。他是不是对咱们的生意有威胁？那小子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他就插一脚。那老板会不会跟他有联系？不得不防。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你是不是认识杜平啊？认识，新闻系的，跟贾明明谈过恋爱。那认识黎兆祥吗？不熟。可是他们说，这个贾明明在上大学的时候，一边和杜平谈恋爱，一边却和这个兆祥地产的董事长黎兆祥交往，而且贾明明根本就没在学校的宿舍住过。一放学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贾明明就被开着大奔的黎兆祥接走了。这些事儿应该你也知道吧？我知道的也不比他们多。可是你的同学还说，贾明明把黎兆祥专门带到学校去，让你给把关。结果呢，黎兆祥看上了你，却把贾明明给甩了。贾明明为了这件事还和你大吵了一架，有这事儿吗？他们就喜欢瞎传事儿。你看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！你的同学也说了，在这件事情上，黎兆祥是一厢情愿，你当时就把他拒绝了。不过后来呢，你们快毕业的时候要去实习，学校安排你们到黎兆祥的公司实习，你们宿舍的人都去了，但是黎兆祥呢，不但不记仇，反而对你们都关爱有加，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毕业记录上都写了优秀。有这件事儿吧？嗯。你觉得贾明明退学和黎兆祥有关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你看说这么半天了，喝咖啡吧。我就不送你上楼了，再见。你先去街口等我，见面聊。
老皮一会儿约你，是不是关于雇主的事儿？是的。希望这次能顺顺利利的找到雇主。跟我说实话，你答应做我的线人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？什么别的原因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别装了，我今天看见你去找贾静静了。对，是有别的原因。这个原因就是贾静静。只要我没有去坐牢，我就有机会帮助她。以后别再去见那个贾静静。为什么？她姐姐是我杀死的，我必须要帮她。你不觉得你这么做，对可可是一种伤害吗？那就把真相告诉小可。我求求你了，算是帮我个忙，你别再给我添乱了，行不行？贾静静的事我已经决定了，这是我答应做你线人最后一个条件了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就送我去公安局。哎，浩哲，雇主怎么说？说实话啊，我是真心不希望你向雇主要这个钱。我好不容易瞒着他们说咱没见过贾明明，这你倒好，非把事往自己身上揽。我告诉你说啊，这个雇主可不好惹。有句话叫做不作不死。你能不能不劝我？这钱我是要定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把雇主的联系方式告诉我，我就把咱们俩杀死贾明明的事儿告诉刘洪涛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让咱去见贾明明的那个人叫牛三金，是兆祥地产公司董事长黎兆祥的司机，贴身保镖。你问他牛三金背后的雇主是不是李兆祥？我问你，背后的真正雇主是不是李兆祥？哎呀，是不是黎兆祥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这个叫牛三金的人有黑道背景，从小练过拳脚，因故事杀人坐过牢，为人心狠手辣，替黎兆祥呢解决不少钉子户。你跟他要钱，他能给你吗？你问他向贾明明讨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问你，当时你问贾明明要的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一些照片。什么照片？现在这些照片在什么地方？什么照片？现在东西在哪？哎呀，一些乱七八糟的，我也看不懂，让我给毁了。你真的毁了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啥呀？你问他要牛三金的联系方式。你把他的电话告诉我，我自有要钱的办法，行吗？如果他给了你钱，你分我多少？你想要多少？你看，我这儿子呢还小，是吧？我得为他今后做打算呢。你的父母在国外，根本不需要钱呢。这样，事成之后呢，你分我80%。弄了半天，我是在替你挣钱是吧？那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牛三金的联络方式，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你的。答应他。成交。好。哎，哥，啊，为牛三金干杯！啊不，为了得到牛三金的联系方式，干杯！干！哎，浩哲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让你做我的线人？还能什么原因？红点6呗。算个原因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魏小可。哥，你知道，
小可爱我，我也爱小可呀。以小可的性格，小可肯定会选择等着我出狱的。所以你肯定是希望我立功减刑，对不对？也算个原因吧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我奶奶了。如果我现在就去坐牢，我不知道她老人家还能不能等到我出狱那一天。但是如果我要立功减刑了呢？也许我就有时间陪她走完最后一路。来，为可可，为奶奶，干一杯。那为红桃六干一杯。红桃六，为红桃六干一杯。你说的呀，全部都是理由，但不是最重要的那个理由，是吗？那还有什么呀？我之所以会让你做我的线人的原因是，我看到了你的担当，我看到你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。哎，你从一开始没有选择去自首，绝对不会是因为老皮对你的威逼利诱，对吧？你因为你奶奶，你怕你奶奶年纪大了，怕她没人照顾，怕她会孤老而终。如果你没有担当的话，你不会在收拾了所有的那个后事之后啊，你拿个塑料袋到公安局去找我，准备自首。你更不会在知道那个贾静静得了那种怪病之后，啊，你想去照顾她，又放弃自首。你不会是因为贾明明的死而心生愧疚，你是因为一种责任。你是觉得贾明明对贾静静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啊？咱们俩现在面前啊，是一条险象环生的路。只有靠什么？只有靠勇气、靠担当才能走下去，才能走到终点。懂我意思吗？懂。哥，我答应做你的线人啊，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，但同时我知道你的压力一点儿都不比我少，甚至你要担当的、你要承担的，要比我多得多得多得多。理解万岁！为理解干杯！哥，最后一句，你能担当的，我李浩哲一定可以。为勇气干杯，为担当干杯！